那条件是什么？双方撤诉。不是站在代理人的立场说这话。他肯这样，算是认输了，彼此留一线。我不能替赵璇做决定，我要征求他的意见。师傅，您吃饭了吗？我刚热的饭，我去给您盛一碗啊。师傅，您走了。你不冷吗？不冷。他提出和解。啊？他想跟你道歉，但是是私下的，也答应所有的经济赔偿，也包括所有的康复费用。让我撤诉。双方撤诉，回到原点。回不到原点。每次我都缩起来，这次我要站出来发声，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声音。那些曾经的悠闲，无需多言，按自己的意愿过春天。去那边看看吧。那些命运的考验，留下悬念，按自己的心愿过今天。知道有匿名举报，被告涉嫌强奸的案发当晚，原告担任高级助理，在董事长楼层工作期间，我基本都在现场。即便被告想留下原告二人单独相处，希望我离开，我也是装糊涂不走。所以没有人比我更近距离、更了解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你是有意破坏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机会吗？是。为什么？我想保护原告。被告代理人，是否要询问证人？是。请问证人，原告和你有过任何交流？向你透露过他被性骚扰的困扰吗？没有，我和他之间没什么交流。那你凭什么认定原告不愿意接受被告一系列的追求行为呢？凭我看到他不面对他的时候。
赵轩，不用送了。这么晚了你还没走？啊，我今天加班，听保安说你还没下来，我就在这等你。今天没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如果说我的亲眼所见缺乏证明力，那么案发前2天导致我被开除那晚发生的事儿，就足以显示被告做出亲密行为时，原告的反应是避之不及。来，听着音乐，我教你跳舞，放松一点。啊？没关系，不要老低头看着脚，看着我，不要去想脚步。真香。但是好像不是我给你买那个香水的味道，是吗？不用也没关系，不用你也非常香。放松，腰要放松，肩膀放松。好的，我看你这么紧张，没有谈过男朋友吧？啊？不用那么拘谨，以后可以多谈谈恋爱，啊？别那么紧张。哎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很正常啊。不要低头看脚，再放松一点，不要看地面，看着我，感受音乐。程总，叫助理的车备好了。啊，让他们不要等了，你也下去。来，你又紧张了啊？靠我近一点。再近一点。哎，多好啊！来，靠着我。时间不早了，一会儿就没地铁了。没关系啊，没地铁你就住这儿呗，我又不会吃了你。靠近，靠近，靠近我，对，我带着你跳的。像你这种女孩子，谁见了会不喜欢呢？是不是？程总，程太电话。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给他。继续。您还是自己接吧，我接不太方便。喂。啊。你说，我听着。车在地库，我送你吧。不用了，这么晚了。谢谢你。案发当天，被告亲自下令开除了我。我跟保安部经理约好，趁被告在外商务宴席的时候，我返回大城拿回我自己的私人物品。晚上11点，经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回去了。被告要带原告返回大城，我就知道，肯定是拦不住出事儿了。
您好，电动110报警服务平台，311号接警员，请讲。我报警，大成集团董事长落草，那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强奸案。我只能想出他被伤害后救他的办法。我也没有帮他指控强奸的直接证据，所以我一直不敢站出来，用实名举报。我就想，我报警，他指控。如果他不指控的话，就当这一切是我误会。对不起，我做了很久的缩头乌龟。我今天决定在这里向法庭说明我知道的一切。虽然我还是证明不了强奸，但是我至少可以证明，原告被性骚扰，他没有撒谎。让我们回顾一下原告提出强奸指控前后的表现。现场面对警方的问询，闪烁其词，避而不答。接受体检，在笔录中明确否认强奸。事发36小时，面对被告，言之凿凿，亲口否认强奸。其父母在双方协议上签字，接受被告提供的出国安置和经济供养。时隔5天120小时的滞后报警，谎称醉酒全程失去意识，行动不能自主，提供虚假证词，一系列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行为，导致之前的刑事指控证据不足，被撤案。被告方认为，被告不存在性骚扰的侵权行为，同时原告指控不实，构成对被告名誉权的恶意侵害。原告还有什么新的意见需要补充吗？有。我的委托人赵寻，他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而且他本身的道德品行也并非完美无瑕，以至于他对是否提出强奸指控产生了犹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本案所主张的性骚扰侵权。我们凭什么要求受害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候还要保持道德品行的完美无瑕？一旦受害人的道德品行有瑕疵，就会认定因为这些瑕疵他受到了侵犯。反之，如果没有这些瑕疵，他就可以避免受到侵犯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求受害人解释为什么会受害，而加害人为何加害却无人问责，视为理所当然？被审视、被谴责的应该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人。完毕。被告是否答辩？有。让我们深度探讨一下，为什么很多受侵害的女性不能勇敢反抗，无法第一时间面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和行为说不，展现了那么多不完美。在本案中，所有人疑惑几个问题：为什么原告面对被告的追求，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我不愿意？他为什么从来不拒绝被告给予的升职、
和物质馈赠。如果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他表示过拒绝，是不是可以避免后面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在事发后，原告还要花费漫长的120小时矛盾纠结，要不要指控强奸？因为他怕。他怕什么？受害人怕什么？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伤害我们的人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利。我们害怕，因为拒绝会失去我们可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我们更害怕，因为拒绝会得到恶意报复和更大的伤害。对于权势的崇拜，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人都喜欢攀附权力，得到利益，害怕得罪权力，受到伤害。所以，当掌权者以粗暴的方式违背我们意愿的时候，我们常常惯性地选择屈从，畏惧反抗。原告的这些弱点很难理解吗？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跟他一样，不够强大，所以畏惧；因为畏惧，所以懦弱；因为懦弱，所以屈从。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权力，是我们心底的懦弱，是还未遭遇掌权者的碾压就选择屈膝下跪的懦弱。当一位女性了解自己被伤害的时候，在怕什么？当她树立起一种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无需以伤害换取成功的强大信念后，她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侵害勇敢地说不。法庭调查辩论到此结束。现在，原被告双方做最后的陈述。原告，我从那晚到今天坐在这儿，好像过了一生，经历过绝望，甚至死亡。我是不完美受害人。我起诉的精神赔偿只有1元，因为我被侵害的权利无价。我不知道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但我来到这儿，我就想对被告的行为说一句：不，我不愿意。我有个想法。英国19号解除管控，完全解封了。轩轩回去上课，我想陪他一块儿过去，在那边住段日子。你支持吗？支持。啊，对啊，其实他这个年纪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开始学了，比如说骑马呀、打高尔夫，这些我教他，不比教练教的差。我相信。就是要跟你分开很长一段日子。之前好几年，
不是一直都这样子吗？习惯了。可是这一年，我们在一起，你觉得不好吗？挺好。这些年光顾着忙大成了，以为那就是人生当中唯一有意义的事儿，错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譬如陪伴啊、生活呀。从现在开始，我要一件一件的把他们都找回来。喝杯酒吧。回个电话。要出门啊？嗯，我提交辞职报告了，等着新录批呢。不过，不管他批不批，我都要走了。要去哪儿啊？哪好就去哪儿呗。一定要走得这么急吗？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吧？我知道，你张不开嘴说再见。那好，我来说。你在大成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不要了，一走了之。是的，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李怡，你真的爱过我吗？
走路还疼吗？已经开始做康复训练了吧？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伤害了你，我真诚的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赔的更多。让法律判决吧。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与被告发生性行为违背其自身意愿，但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违背原告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原告实施性骚扰，构成对原告人格权的侵犯，并对原告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系民法典实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法律和司法解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09条和第1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3条、第15条和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和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判决如下：全体起立。1、判令被告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2、判令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赔偿金人民币1元。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读完毕。全体坐下。现在我宣布，闭庭。合议庭退庭。谢谢。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看看判决书。师傅，滚！走吧。妈，啊，我们赢了。谢谢您，都过去了。谢谢你，我们赢了。让过去的过去投身将来，就此别过，转身离开，那些过去的记载都化身勇敢，撑起飞翔的心愿，跨越深渊。那些命运的交缠，总是千回百转。我们胜诉了。生命的浩瀚，无常的甘甜，甘甜。太好了，那些命运的考验，太好了，留下悬念，按自己的心愿过今天。 2021年10月19日，燕州市文理区人民法院对原告赵某诉大成科技集团董事长程某人格权纠纷案进行宣判。儿子，一会儿吃什么？随便。好嘞。哎，一会儿我去接你啊。啊。Bye。Bye。 Have a nice day。作为民法典实施后燕州首例性骚扰纠纷案，1块钱的精神赔偿金额引发社会热议。原告方主张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人格尊严无价，双方代理均为顶级律师。该案被戏称为最贵的律师打了一桩最便宜的案子。这个交代我这布局比较复杂，不利于我们跟踪目标。烟队回来了。 我来了，烟队。哎，我帮你拿吧。烟队。是。烟队回来了。哎。叶明，回来了。哎，中午啊，别安排了。 大家为你回来庆祝一下，我让食堂给你专门做你最爱吃的四喜丸子，红烧带鱼。不食堂。那你还想去哪儿啊？哎，能再抠点吗？燕队，啊，燕队，小敏回来了。赵寻，哦，
我是。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赵寻，1995年生人，毕业于燕州财经大学。抱歉啊，张小姐，你的这个履历啊不大符合我们公司对这个职位的招聘要求，所以呢，谢谢你今天来啊。看简历就知道我不符合要求，为什么还浪费时间叫我来面试啊？其实啊，我们今天是想见见单挑霸道总裁啊，敢把名人拉下马的女英雄长什么样。我也想对你说一句啊，女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谢谢。慢点儿，来，包给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然后跟我说要加油。那肯定是大美女无疑啊。那就写加油吧。好。最不济你可以给一个待岗的法律从业人员当助理啊。真的吗？随时恭候。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啊？随时啊，现在就可以。给我点水喝来。好的，老板，我给你打开。来，谢谢。想到你心里去流浪，盖好吗？总好过一人偷偷想。还有什么需要？就享受。微风。也太好了吧！但工资不会高啊。想和你风里去逞强，总好过窗前悄悄望。想为一个人伸出了肩膀，才不算浪费这风光。城市里谁坚强，才游荡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才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Perfection, I remember that. Like to break my heart, although I pretend not to be her. Non-perfection, I still think of that. You down octave and turn the key to high. Ooh. 时光缄默，圆缺失色，黑暗中小小一个，神色自若，波澜壮阔，看透了冰与火，各自挥霍。读懂了爱与痛，都是枷锁，就此别过，转身离开街头，让过去的过去投生于将来，按下暂停键，重新决断，让此刻的延续出发去下一个，有谁能完美，能放下狼狈？人生在沉浮中起落，体会
果谁能完美，就让它完美。爱无畏，心有愧，让时间